今天啊是双十节，中华民国第111个国庆。在今天的台湾总统府面前，例行搞了一个国庆典礼。蔡英文总统呢又发表了国庆讲话，海内外都在讨论蔡英文的这个讲话该如何解读。今天呢，我们也凑个热闹，讲一讲台湾的话题啊。说到台湾的话题，这两天最热的其实是美国的马斯克，就是特斯拉的老总啊，就台湾问题接受采访的时候发表了一段话。英国的《金融时报》的记者采访他的时候，他就讲到，他说台海冲突不可避免，一旦要打起来，全球的 GDP 会损失30%。然后呢，他还说，特斯拉当时可能会在中国大陆还继续卖啊，但是苹果这样的公司可就惨了，所以其实是损失不起啊，他的意思啊。所以他认为台海的问题解决的最佳方案是什么呢？就是给台湾成立一个特别行政区，这个行政区呢地位要高于香港，给台湾以高于香港更宽松的这么一个行政区。他也说到了这个方案呢肯定不会令各方满意，但是呢在他看来这可能是一个最优解啊。这段话一出来之后，应该说在海峡两岸内是引起了轩然大波。要说马斯克大家都知道是个大嘴啊，他原先是一个商人，但是这2年因为特斯拉搞得特别火一下子变成了全球首富，所以这话的分量也不同了，对吧？所以他说出来的话大家就都开始议论纷纷。台湾岛内基本上一边倒的开始批他，有的人甚至说抵制特斯拉，是吧？这马斯克不是个东西。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中国大陆呢回应呢也意味深长。他说完这段话之后呢，路透社的记者就在外交部的新闻发布会上问中国的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毛宁，这毛宁是一个新的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呢啊，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他没有派赵立坚出来，因为其实外交部这几个发言人呢是有不同的功能的。如果要是让这个人要想呈现中国政府的流氓表现、流氓本色，一般就会派赵立坚出来。如果要是想表达我们中国温和立场，就会派汪文斌呢，包括现在的毛宁是个女的嘛，对吧？那华春莹基本就是跟赵立坚一样，是吧？我就是流氓，你能把我怎么地呢？是吧？那汪文斌和毛宁呢，相对来说就比较温和，所以你看他派什么人出来也有不同的含义。毛宁就出来说了，他说我们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的立场是一贯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坚决挫败任何台独势力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吧。然后紧接着在媒体报道这件事情呢，出了一些纰漏。央视新闻客户端在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把路透社的这个话给篡改了，就说这个马斯克的不当言论你怎么看？其实人家路透社没这么问，路透社询问的是马斯克最近发表这个言论，认为解决台湾问题就是要在台湾成立一个特别行政区，以获得能够比香港更宽松的这么一个知识地位，就是这么说的，基本上遵循了马斯克的原意。但是央视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央视一贯就是喜欢歪曲事实嘛，所以他把马斯克的那段话变成了不当言论，这一下子呢就被很多人解读了。所以你看马斯克舔狗、舔中共、舔中国大陆，结果呢还落得了一个什么不当言论、妄议中国内政的下场。其实你仔细一看我个人觉得，其实央视加的这个不当言论几个字不代表中国的立场。为什么呢？因为你看一下，在其他的那些媒体报道过程中间没有不当言论这几个字，比如说观察者网环球网这些词这些报道的时候都没有这个词。甚至你现在去在网上搜关于马斯克不当言论这几个字你也搜不着了。外交部的网站上的关于这件事情的报道也没有不当言论这件事情。还有就在这次新闻发布会之前，中国的驻美大使秦刚其实在推特上已经呼应了马斯克这段话。怎么呼应了呢？他说感谢马斯克对台海和平的呼吁，我们中国一贯主张就是在台海问题上实行一国两制嘛，搞特别行政区嘛。所以你看到了吗？应该说秦刚的这个呼应是高度肯定了马斯克同志对台海问题的这样的一种看法。还有你再看这个毛宁的这段话毛宁的新闻发言人这段话，他其实只是强调了中国政府对台湾问题的一贯看法。在这段话里头，他其实没有对马斯克的任何评价，这其实不太正常。
因为路透社的记者问的是你怎么评价马斯克这段话呢？按道理来讲，新闻发言人应该对马斯克的这段话有所评价吧，但是毛宁没有对这段话有任何评价。大家可以比较一下，几年前安倍当时提到说这个台湾有事儿就是日本有事儿，那你看中国的新闻发言人怎么回复的？说安倍是吧，罔顾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和中日之间的4个政治文件，是吧？对中国内政指手画脚，是吧？这个妄议中国内政，我们中国要对跟日本要什么交涉什么之类的啊！你想那些话，安倍是日本政府的首相啊，中国的外交部新闻发言人那说的那些话，那非常非常不客气。但是马斯克只不过是一个汽车的老板。但是你想想，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的话对他没有任何评价。在我看来，其实中国政府对马斯克的这段话啊是非常喜欢的，但是他不好意思直接说，或者说不方便直接说，就用这种方式表达了出来了。要说马斯克这个人呢，这嘴巴有点大。前一段时间呢，他就惹了一些麻烦了，比如乌东地区是吧，这个打得不可开交，他出来说了，他说啊，克里米亚这地方啊，就给这个俄罗斯吧，因为历史上就是俄罗斯的。乌东这4州啊，干脆让联合国的监督之下搞一个公投。如果公投的结果是让俄罗斯走，那么俄罗斯就离开；如果要是留在乌克兰，那就留在乌克兰。结果呢，泽连斯基一听就不干了，对吧？因为我们前一段时间做节目里头讲到了，其实按照乌克兰的宪法，乌克兰的几个州是没有权利自己搞公投的。你就算在联合国的监督之下，这个公投本身也违背乌克兰的宪法。如果这个口子一开，说实在的，乌克兰这个国家到底存在不存在的不好说了。所以其实对于乌克兰来说，他没办法容忍乌东4州即便是在联合国的监督之下进行公投。所以泽伦斯基对这个马斯克的这个言论非常有意见啊，他还在说呢，说马斯克，我们到底是喜欢哪一个马斯克？是那个支持乌克兰的马斯克，还是现在的马斯克？大家都知道，马斯克在俄乌战争之后不久啊，其实基本上是站在乌克兰这边的，他给乌克兰这边提供了星链服务，那保证乌克兰的军队啊，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获得互联网的服务，所以乌克兰还蛮感激这个马斯克的。但是你看马斯克的大嘴巴就开始这么说了，马斯克现在这个大嘴巴刚说完没几天，在网上还怼了一下胡锡进，然后呢，声东击西就过来开始对台海问题发表看法了。我很好奇的是啊，就是马斯克就是一个生意人，他为什么要在中国的台海问题发表他自己的看法呢？而且这个看法跟中共之间的这个立场又这么一致呢？其实在我看来啊，马斯克这个人的骨子里啊，其实他不但不讨厌中国，甚至其实他还从某种角度来讲认可中国大陆的这个体制。大家可以看一下，马斯克这些年啊，他在全球范围内建了几个工厂，一个是他自己的美国的加州的工厂，然后第2个工厂是在中国的上海建了一个超级工厂，第3个工厂是建在了德国的超级工厂。那么现在这几个工厂中间啊，产量最大的是上海的超级工厂。最新的数据表明啊，这个上海的超级工厂啊，上个月9月份的时候啊，生产了8.3万辆特斯拉汽车。按照这个数量相计算啊，这年产量已经达到了100万辆。也就是说，上海超级工厂的产量已经占到了特斯拉的半壁江山。要知道，当时上海市政府啊，给特斯拉开了一个非常优惠的条件，就是土地基本上免费给你，甚至厂房我可以贷款让你做。如果你要是达到了一定的税收标准，其实这些厂房我都白送给你了。然后呢，用最快的速度啊，帮助特斯拉在海外建起来了第1座超级工厂。特斯拉当时对上海市政府给他提供的这些一系列的优惠条件，包括上海市政府这样的一个速度啊，他在数次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啊，都非常感谢。他其实就是他当时说过嘛，他说中国的工人非常勤奋的，不但愿意加班啊，愿意干到凌晨3点啊。然后你看美国的工人就不愿意工作，甚至包括德国的超级工厂，大家都知道，他建的时候建了很长时间。一开始建的时候，因为有2000亩地啊，就涉及到所谓的环保问题，所以那些环保团体啊就起诉特斯拉。然后呢，特斯拉呢就不停的就跟这些环保团体去打交道，说我砍2000亩地啊，我其他地方我种6000亩地，给你种3倍。
然后不同的这个拉扯，使得德国的超级工厂建设的速度特别慢，一直到今年3月份才开始生产。所以马斯克其实从本质上来讲，他其实对中国政府给他提供的这种高效的这个怎么说呢，这种外围服务吧，他非常满意，他非常认可。但他同时也知道中国政府其实对言论自由的控制，所以他有几次他的新闻发布会的时候，大家问他关于中国的问题，他一开始回答其他问题的时候他都特别迅速的就回答了，关于什么登月呀、去火星他都一点不在乎，很快就脱口而出。但别人问他一个中国问题的时候，他就笑了半天然后他不回答，最后哼哼呀呀的弄了半天，然后他说这个问题不好回答。这一次《金融时报》对他的采访其实也一样《金融时报》的记者就说他其实问到中国问题的时候，马斯克沉默了良久才回答这个问题。他为什么会沉默良久？在我看来，马斯克知道他其实在中国问题上一旦回答不好的话，他将付出惨重的代价。他知道他在推特问题上维护的言论自由在中国不存在。他口口声声他说他收购推特要维护言论自由，要把那个川普请回来。但是呢，他在中国他拥有他在推特上想要争取的言论自由吗？显然不存在。他一旦要是在中国回答这个问题回答错了，他搞不好特斯拉在中国是不是能存在都不好说，否则他不会沉默。而且他也明确讲到了，就是中国政府要求他保证他的星链在中国上空不提供互联网服务，他也答应了，是吧？那这说明什么？说明实际上他愿意就他自己的生意在中国牺牲自己他坚持的所谓的言论自由的代价。这就是商人嘛，这就是生意嘛。他在中国的时候，他更看重的是他能给特斯拉带来的经济利益。但是呢，他在国外，他可以说他要争取言论自由，就是在商言商，在非商领域内，他其实在去做政治表态，是吧？当然，关于中国的问题上，他其实非常小心的维护一个他小心翼翼的政治立场。这就是马斯克，这个一个精明的政治商人。但是我想说说回台湾问题，我说马斯克的台湾方案其实说它有一个重大的缺陷。为什么这么讲其实这个一国两制最早提出来的时候其实在台湾呢，应该说还没有像今天这么大的抵触情绪。那个时候还可以谈，很多人也在谈。但是从香港过去几年的经历之后，应该说一国两制这样的一个方案在台湾彻底没有市场了。为什么？就是香港的一国两制实行的实在是太失败了。这个如果我们客观来讲，确实太失败了。为什么？因为当时香港回归的时候，从某种角度来讲，是希望能够给台湾打一个样，一国两制50年不变。但是我过去做节目讲过，50年不变，现在变了没有显然是变了，对吧？因为话说回来中共其实非常不适应，或者是没有经验跟一个跟自己对立的政权打交道，尤其是地方政府。因为在中共的体系下，所有的地方政府都是听他的。香港最后的反送中，包括最后民意起来之后，有可能在立法会夺得多数，让大陆非常恐惧，因为他没有办法面对一个不听话的特首，他没有办法面对一个反对派占多数的议会，他不知道怎么跟这样的一个地方打交道，所以最后走向了一个强硬的政治主张，我干脆把你们这些人全干掉，我把选举制度颠覆掉，重新选，最后选出来的全是听我话的，特首就是我指定的，就是这么一个结局嘛。但由此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后果就是宣告香港的一国两制完全失败，变成一国一制了嘛，对吧？所以对于台湾人来说，他看在眼里他怕在心里。为什么呢？因为他跟中国大陆签署的任何协议，都面临一个中国大陆如何履约的问题。换言之，如果中国大陆不履约，台湾怎么办呢？台湾现在跟大陆没有统一，所以国际社会还有干预这件事情的理由。因为我可以说我支持我承认台湾，我不承认大陆，对吧？或者说在你们两个没有统一之前，我从某种角度来讲，我可以支持台湾，比如像美国今天的立场，是吧？但是假如说台湾一旦要是跟大陆统一了，实际上国际社会对台湾就只有道义责任了。
比如说香港就是一样的，香港在没有回归中国之前，其实国际社会是有理由支持台湾的。但是当香港回归了中国，你虽然说你是一国两制，但是在香港的反送中的过程中间，国际社会你能在国际法上给予台湾什么支持呢？了不起就是英国这样的，我给原先香港的居民发一些海外护照，仅此而已。因为在法理上这就是中国的内政了，所以一旦变成中国内政，其实国际社会对这件事情的支持力度就微弱得多了。所以其实台湾本质上来讲，台湾问题本质上来讲是一个如何履约的问题，或者说一国两制啊。因为大陆不是一个法治国家，那么也就是说王在法上还是王在法下。我们经常说王在法上就不是法治国家，王在法下就是法治国家。那么对于一个法治国家来说，政府违法你是可以寻求救济途径的。比如说当年西藏跟中央政府签订的一个协议啊，虽然我们说它是地方政府跟中央政府签的协议，但是当中央政府毁约的时候，西藏政府可以寻求救济吗？在法律上显然不可能。为什么？因为王在法上，所有的法律对于中国大陆来说，对于中共来说都是工具。所以其实达赖只有逃亡流亡一条路，没有其他的路。那么对于香港来说也是一样的，因为终审法庭其实不能裁决关于基本法的问题，基本法的解释权在全国人大常委会，还不是全国人大啊。所以全国人大常委会想怎么解释就怎么解释，想怎么变就怎么变。对于台湾来说也面临相同的困惑。如果要是成立一个特别行政区，将来如果中国大陆毁约的话，像台湾其实通过什么途径来救济呢？所以这个问题啊，是马斯克这个方案中间的死结，也是台湾问题，台湾所有人对大陆的恐惧的核心。为什么台湾现在不愿意跟中国大陆谈判？就是因为跟你谈判签署的任何协定，他都没有信心中国大陆可以按照这个协定来履约，尤其是足够长的时间。比如说香港一开始说履约，对不对？但20多年之后他不履约了，你能怎么办呢？所以啊，就我来看，我也发表一点对台湾问题的看法。台湾在中国大陆没有实现法治化之前，贸然的进行签署最终方案，其实是风险极高的。为什么？就是我前面讲的，你谈出来的一个方案之后，大陆如果不执行，台湾一点办法也没有。但是如果你始终不谈判，有可能台湾也给大陆授以口实，就是说你这个长期拖延国家统一进程，搞不好它就武统了。所以在我看来，一个比较最佳的方案是台湾跟大陆谈，但是只接受一个忠诚方案，就是比如说50年之内台湾不独立，大陆不武统，这样的话呢，用50年的时间来换得未来台海的和平。大家都知道啊，大陆其实也在变，50年前的大陆还在文革呢，但是谁能想到今天的大陆已经变成这般模样了呢？那谁知道50年以后的大陆会变成什么样呢？或许中国大陆就变成了一个民主法治的国家呢？这种可能性也不是不存在。如果中国大陆变成了一个民主法治的国家，海峡两岸谈双方未来的协议，我个人觉得条件就成熟了。那么如果要是还没变，到时候再谈呗。至少这个忠诚协议本身呢，可以为台海之间换得50年的和平啊。所以啊，我觉得签署一个忠诚协议，或者台湾呢提出来跟大陆啊谈判，就一个忠诚协议进行谈判来说，对于台湾的今天来说是一个最优解。当然，大陆会不会接受我不知道啊，但至少台湾可以表达一下对这件事情的诚意。因为我不是不想跟你谈，我也可以跟你谈，对吧？你也不用说我不愿意跟你谈，关键是现在不合适，谈判一个最终解决方案。如果那样的话，我觉得对于台湾海峡来说啊，或许是一件幸事。